这两天啊，有个消息被证实了，挺有意思的。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个台湾地区武装力量的一个草莓兵被我们大陆地区这个海警船给捞起来了。有人说呀，这个草莓兵向我们这儿来投诚的。那作为台湾那边说不对，说这人呢是叛逃。咱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可都狠狠的去打了蔡英文政府的脸。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一件事儿呢？我们要不要把它原装打包再给遣送回去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3月9号那边啊，台湾地区说那个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一个陈姓士兵他不见了，他是驻金门二弹岛上这个部队。这二弹岛啊，它其实就是金门地区的一个小岛，但是距离咱们最近的，距离咱们厦门这边直线距离就4公里。台湾地区那边说法，这是前线中的前线呀。一清点人数，哟，人怎么少了？去哪儿了？再一打手机，手机也关机了，人就没了。然后各种疑问、各种说法就出来了啊！现在终于证实了啊，他确实是穿这个救生衣啊，往厦门这边游了。中间呢，被我们这边大陆地区的这个海警把他给捞起来了。这件事咱们也看出几点啊。这第一啊，这台湾地区这个武装力量，所谓他这个军营之中啊，这个军中也是够混乱的。你看最近这个各种消息，你看这个在网上去卖子弹呐。各种这个性丑闻呐，啊，最近还有这个台湾地区武装力量住在这个外海这个岛上，说这粮食我们这吃都不够了哈，我这个没有肉吃啊，对不对啊？不但没有肉吃，那蛋也没了，是不是啊？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军中的事情是够乱的。第二一个呢，我们说啊，在现在这个时候弄出这么一个事情，是非常打击这个台湾地区这些台独的士气的这么一件事情。虽然大家都没把这事点透啊。那你想想，现在在这些台独们啊，蔡英文政府正在按照美国的旨意，把这个台湾地区打造成一个刺猬，打造成一个武力对抗啊，我们这个统一的这么一个点啊，变成一个弹药库也好，变成一个未来的血肉磨盘也好，正在弄这事儿呢。结果现在呢，他这个武装力量就蹦出这么一种涣散的事情一出来，这个对他的武装力量的士气，乃至对整个台湾社会的民众的这个士气呢，其实都是有挺大影响的啊。第三一个啊，你看咱不管是说是这个投诚，还是说他们说的叛逃都好，其实投什么诚啊？我觉得就是逃跑了。因为据说呢，这个陈姓士兵啊，他是一个伙夫炊事班的哈，他好像是有什么感情问题，然后还有什么经济上的问题，就是还有这个钱财上的问题，也就是说有可能还有人就说他可能还欠了赌债呢。反正啊，一看不行了，这不好混了，走吧，跑吧。所以这个呢，是不是投诚，这也不能这么说哈，这也不能这么确定。不管怎么说吧，这一件事一出来，刚才我说了，它会打击到台湾武装力量的士气，影响整个台湾地区这种心态。但同时呢，它会逐渐的演变成一种政治上的气氛，它会逐渐的造成一个政治上的事件。弄不好将来很可能有人还会借这个事情说事呢。这很显然，这是在打蔡英文政府的脸呐。他这个蔡英文政府这事儿就很难看，而且这里边很微妙，这其实是在动摇，在某种程度上松动了台独的统治基础。不过通过这件事啊，我们也注意看一下哈，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就是台湾地区那个武装力量这里边这个马上的就发布出消息，他那个所谓的防务部门就说了，说我们呀正在向大陆地区那边求助，希望他们也帮我们去找。你说他这就说明啊，其实两岸在这个方面他还是有沟通的这个渠道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人现在已经确定了，确实被我们水警给捞出来了。那么后续该怎么处理呢？我们两岸地区啊，早在90年代的时候，它就是有过一个双边有些这个居民啊怎么样遣送遣返的这么一个协议，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的，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这中间呢，也确实的有过实际上操作。但是现在这不同啊，这个过来的是一位草莓兵啊，严格的来说，这是军营里的士兵啊。这是涉及到台湾地区武装力量的一部分，那这事情该去怎么处理，最后又会怎么去解决呢？其实这个突发事件呀，就给了我们一个近期来观察两岸关系变化的一个观察点。